说起未解之谜，全世界有很多，什么百慕大、金字塔、51区等等，这些谜团可以说已经困扰了我们近百年。不过，今天我们不说那些未解之谜，我们来说一说曾经疯传一时，现在已经破解的历史谜团。一、撑伞人。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数万民众和电视机前数百万人的注视下遇刺身亡。人们震惊之余，更好奇的是一个撑伞的男子，因为案发当天天气晴朗，如果说是一个女子打伞遮阳，这还能解释，但一个男子高举黑色雨伞站在路边，这就让很多人感到奇怪了。虽然凶手已被捕获，但伞及其凶器的传言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因为根据录像来看，男子是在看到肯尼迪的汽车接近时，这才迅速打开了雨伞。当肯尼迪的汽车逐渐慢下来后，他便顺时针转动雨伞，之后肯尼迪就被来自远处的子弹击中身亡。因此，有阴谋论者认为那男子用伞作为信号，给埋伏在远处的刺客做准备，甚至还有人说，那信号除了给刺客，还给了司机，示意他慢下来，好让刺客更容易击中肯尼迪。因为在肯尼迪遇刺的录像中，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在他被击中的那一刻，汽车竟然突然停在了中央，就好像里应外合要杀死肯尼迪一样。甚至还有人说，黑伞中藏有枪支，打开后便会触发机关击中目标，他才是真正杀害肯尼迪总统的人。直到15年后，一个叫做斯蒂芬威的保险经纪人承认自己就是撑伞人。他当天之所以举伞，是为了当面质疑肯尼迪其父约瑟夫·肯尼迪，公开支持当时英国的纳粹主张，而当时英国首相的标志刚好就是一把黑伞，他想利用这把黑伞来激怒肯尼迪。二、英格兰黑日。1780年5月19日，新英格兰和部分加拿大地区观测到不同寻常的黑日。由于那个年代科技十分落后，英国许多人都将这一现象与宗教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一部分认为这很可能是外星人的入侵，他们借助太阳光的掩护出现空间虫洞，然后迅速地降落在地球上。因为太空飞船遮蔽了一部分太阳光，所以使之看起来像黑色太阳一般。而在这200年间，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曾经讨论认为这可能是火山爆发或是天空出现的剧烈变动所引发的变化。直到2008年，在黑日出现230年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研究员结合当时的书面记录和被火烧坏、损坏树环的迹象，断定黑日是由加拿大严重的野火导致。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在18世纪80年代，在那片区域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烧毁了大面积的森林，而研究人员也对安大略湖南部的阿尔冈昆高地和许多地区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当时在该地确实遭受过严重的火灾。正是因为这场火灾影响了高空大气层的状况，产生了大量的浓烟，这些浓烟进入大气层顶部后，形成了新英格兰黑日。三、会动的石头。这种自己会移动的石头出现在美国内达华山脉东侧的加州死亡谷。提到死亡谷，大家想到的肯定是干枯的沙漠和满眼的荒凉，确实如此。死亡谷是整个北美洲最干旱的地方，这里气候恶劣，极度缺水，几乎没有动植物可以在这样环境下生存。而就是在这里有着一批奇怪的石头，这些重达数百斤的石头在没有人和动物的外力干涉下，竟然能够自己移动数百米。这些石头行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条长长的小径，它们纵横交错，有的是直线，有的则是弯弯曲曲，甚至更有些夸张的达到了90度的转折。这一诡异的现象勾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很多科学家都来此考察，想要找到石块行走的真相。而对于这种石头会自己移动的现象，科学家们也给出了各种解释，什么磁场、外星人、神力等等，但这些解释却没有一个能够证实。直到2013年，科学家将 GPS 设备装在石头上，并进行了1整年的观察，这才发现真相。原来在严寒的冬季，岩石被薄冰包裹，而在正午的大太阳下，寒冰就开始融化，这时再加上风的助力，浮在冰水上的岩石就会缓慢地向前移动，等地面干燥后，就会留下各种不规则的痕迹。好了，我是叹为观止，我们下一期再见。